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当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智慧。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没有秘籍，只有用真心换真意。大家好，我是雷鸣。在婚姻和家庭当中，你放在核心的是对方还是自己呢？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请开门，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35岁，来自四川，个体；刘女士54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各自的年龄是：我今年35岁，我今年54岁，但是我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吧。他大我19岁，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需要慢慢的接受。年龄差距真的没问题吗？他的节奏太快了，尤其是我孩子这边的问题，他太激进了，有点让我喘不过气。他就是需要别人带着走，我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他对我好。把他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亲生孩子来看，他都不满意，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你们之间的矛盾还是和年龄有关哦？我觉得没有，和年龄没有关系。您觉得没有？先生觉得有？说实话，刚知道他这个年龄差距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矛盾的。知道他年龄过后啊，第一个就是他我们的亲戚朋友啊，还有就是孩子，这个需要肯定很长一段时间来接受。再一个就是，他吧对我们这种感情啊，他比较激进的这种，我有点就是说感觉这种速度太快了，我想慢一点这种节奏，然后让我的亲戚朋友啊或者孩子呀慢慢的接受。他想多了，他经常都说慢慢来，我说你太慢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我们几年前又是在软件上面嘛，我们在一个聊天的软件上认识的，认识了好几年了，不断聊天，最后然后就有事没事的聊。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跟我聊到他离婚了，然后我当时还想给他介绍一个，但是后来他也忙，我也忙。其实我喜欢跳舞，然后我一直就想找一个年轻一点的舞伴，他就自告奋勇说他想学跳舞，当时还挺高兴的。我说找了一个要跟我学跳舞，而且还有一个现成的舞伴。然后今年5月份我们就见面了。刚见面的时候，他知道你比他大19岁吗？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年龄，但是我感觉我肯定比他大，因为当时我们聊到孩子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孩子多大了，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然后听他说他儿子才8岁。就你们双方之前都有过一段婚姻，也都有孩子。对。你们后来怎么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啊？聊天也聊了好几年了嘛，我离婚也1年多了，然后当时候因为1年多有时候一个人嘛，还是想找个伴儿，因为毕竟说才30多岁嘛，平常聊天啦，其实还有很多的共鸣的。比如说我们对一些赚钱啊，或者是生意啊，其实我们2个人在想这些的话，聊天的话聊得来，还挺聊得来的。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比你大19岁啊？见面过后吧。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确实不知道他是那个，但是看到照片啦，确实不像那么50多岁的。因为我是个女儿嘛，24了，我就想有个儿子。然后听他说他儿子才8岁，我就觉得如果说儿子跟着我们在一起8岁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挺好建立感情的这种。他就说你别管闲事儿，他叫我别管。你见过没有啊？见过，这次不是放暑假来了吗？见了几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给他儿子介绍，他说这个是爸爸的同事，我们一起赚钱的。不说是女朋友。他没说。然后我就给他儿子买东西嘛，儿子胖胖的，我就叫他，他说你别叫他小胖，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小胖。反正不断的找我的缺点，他觉得儿子是他的，爱屋及乌嘛。如果说他的儿子的话，我可以帮他带嘛，我感觉他就力不从心。如果说自己能带得了的话，为啥要送去老家？就是你对他儿子好，他也不太满意，是这意思吗？他觉得还暂时不能接受的那个意思。本来就是说离婚对孩子嘛，打击也挺大的。我想的是慢慢的吧，因为孩子说实话也敏感，放了假也来这边了，
他也给孩子做饭吃呀，也买衣服了这些东西，对吧？孩子肯定就不像他自己的妈妈，对吧？他想亲嘛，对吧？他自己也感觉得到的。所以说我也给他说了，这个就是需要给我一些时间。孩子现在知道你俩的关系吗？不知道，来的时候我还提前给他说了，我说先就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阿姨去我们阿姨家里玩，没有正儿八经的说是爸爸的女朋友这些，而且我感觉他儿子对妈妈还有一些依恋，感觉儿子很希望他们再和好。那还能复合吗？有时候儿子吧就在面前就给我说嘛，希望我们就是复婚，但是我不想了，我会给他说吧，慢慢就是会安慰他，至少说不会说走这一条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既然已经是这种情况了，而且他当时就是很坚决的要和你分开，那你为啥不给儿子说我再给你找个妈妈，别人都是一个妈妈，你2个妈妈多好啊，对吧？你是挺快的，5月份俩人才见面，太激动了，就已经想做妈妈了。哎，你算对他是见了面一见钟情吗？也不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人怎么这样？你今天跳舞，你穿的啥来呀？跳舞，但是我没说。那你喜欢他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见面之前，我觉得和他挺熟的，我们经常聊天，都聊得挺投机的。我们聊赚钱的事儿，自己的婚姻都没聊过的。他离婚了以后，他才跟我说，他说我离婚了，表明他想再找一个。近2个月我才知道，其实前几年他们都已经分开很久了，而且他生活习惯挺好的，他又不抽烟不喝酒，就挺爱干净的，还带着一个小儿子。可以帮你实现儿女双全的梦想。那儿子挺乖的，胖乎乎的。所以现在的矛盾其实是，你想跟他尽快融入一个恋人或者是爱人的关系。男生是有一些觉得太快了，是吧？对，毕竟谈恋爱嘛，要住在一起吧，他就想照顾孩子呀，我们一起就是说培养感情这种嘛。我就怕，就是万一孩子过来在一起，如果说相处不好呀，也怕这种，有个顾虑。那如果孩子不接受呢？没有如果。为什么没有如果？我一定会搞定他。这大姐确实就是挺我觉得这个孩子8岁挺好建立感情的，他总是不往好的地方想，每次都说哎呀，万一不好怎么办？那你怎么不想万一好了这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在拉一辆车，他使劲的往后拽，我再往前拉，就有些时候感觉有点费劲。他对这个我们2个的感情嘛，就是说这关系嘛，他就想很快的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经常他的朋友啊什么的呀，他都要出去，我都不想去。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建立好，对不对？我们然后都稳定了嘛。你是怎么决定和这个姐姐在一起的呀？真的是缘分。我有个想法，就是说跟他一说哈，他也没拒绝，然后2个就反正聊得来，最后就这样子了。那这不就还是你主动的吗？你们俩经济条件谁更好一点？差不多。他家好一点，因为他们的一家人嘛都是成都嘛本地的，父母嘛也有退休工资，女儿嘛也有正式的工作了，也大了。因为我们就是8中嘛，就是说肯定和成都不能比嘛。那你是一个人在成都打工是吗？还是自己做生意？对，我自己做点生意，做绿植鲜花这边。那生意做得怎么样呢？还行吧，2家户口真错。那就是觉得还没有他们家条件好哈。对，没他们。这个有压力吗？有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条件好的，对吧？少奋斗几年嘛，对不对？那这不是你找他条件比较好，你能少奋斗几年吗？但说实话哈，从我内心来，我也没有说要他给我多少或者我要他多少，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我们2个的想法呀，或者一些赚钱的做起来有一些共鸣，我们可以一起去赚钱的。哎，你说起来一起工作赚钱还来了精神头了哈。说起你们谈恋爱，你就是那种特别不开心的样子。没有，不是不开心，反正说我觉得要一些时间嘛，因为离婚过后确实自己呢，我感觉有一段时间挺忧郁的。说实话，离婚过后呢，也是有时候经常失眠呀。我现在嘛，就慢慢的比以前好多了，改变过来就是说。那你这好一些和你女朋友有关系吗？有她的帮助，知道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她会给我推荐一些药呀，或者叫我休息呀，哪些不能吃的或者冷饮的东西啊，她会提醒我。你们会在一起生活吗？我们之前的时候是1个礼拜见个1、2次吧，因为她有她的事情，我有我的事情。现在的话就是她就是比较激进那种，她说谈恋爱就要住在一起，她说。她要求住在一起。那住在谁的家里呢？你住在我家吧，你租的房子是吧？因为住在他那边的话，他工作要方便一点。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他觉得方便照顾你吗？你身体不好，我帮你调理做饭什么的，是吧？对，反正从头听到尾啊，这个刘女士，你特别愿意照顾这个比你小19岁的男生，以及他的8岁的儿子，就特别乐于奉献。其实有些时候我的心态还比他年轻，他挺像老年人的，有些时候。其实你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和他处男女朋友。想过和他走进婚姻吗？想过，我觉得挺甜的。你是挺甜的，他挺苦的，怎么老看着？慢慢来嘛。你甜吗，小伙子？你觉得在这段恋爱当中，你把你的甜和苦都说说，光听你说苦了，压力大了，有甜吗？我们需要就是一点时间，多长时间？至少说1、2年吧，对吧？给孩子，给就是说我们这身边的朋友，对吧？用1、2年的时间让孩子接受，让朋友接受。对，不是那你等着这个孩子接受，你想用什么方法呢？对呀，比如说按说的正常结构应该是，既然你们俩人彼此已经承认这段关系了，已经接受了，对吧？你应该昭告天下呀，告诉你的朋友，告诉孩子，这是爸爸的伴侣、女友，或者是什么，然后让孩子去接受，或者你想的是通过时间，先让人家在孩子面前刷脸熟。脸熟刷完之后，让孩子逐步认识了这个阿姨老出现，找一天他们俩人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你跟他说，其实这是爸爸的女朋友，你要用哪种方法呀？我的想法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说是2个人是认可，对吧？2个认可，但是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还是有一个争吵。说实话，因为我们现在性格的话还需要磨合，比如说平常说话呀，或者说管着我呀，嗓门大呀，对吧？我们还需要磨合一下。如果说现在的话给孩子说了，孩子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之前孩子也说过，他愿意妈妈找个男朋友，他不愿爸爸找。他看电视嘛，他就说很多就是找了个妈妈的话，他妈妈就是说打他的话，叫他不要告诉爸爸，他就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这个是我们的爸爸、同事、阿姨，然后和我们建立一个好的一个感情过后，认识过后，然后再慢慢的我觉得这个阿姨挺好的，他认可这个阿姨的时候，我想用这种方式慢慢来。他的话就像立刻啊，或者马上做一些，你是只想和他谈恋爱，不想让他介入你的生活，不想让孩子认识他。想认识啊，就是想就是我，但是不是现在认识？对，啥时候认识呢？我会用这1年的时间吧，不是说他明年9月份的过来嘛？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培养感情，然后我会慢慢的去引导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年龄差距嘛，就这个事情嘛，就是哪怕就是说孩子啊，或者亲戚朋友啊，因为我们老家这种异样的眼光啊，你担心这个是吧？对，这种也有顾虑的。你担心这个，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是这样的，他年龄改不了啊。不是有一句话说不要问女人的年龄，我不一定要告诉她我的年龄，我可以叫她猜呀。其实我从来就不在乎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只要我们俩生活的快乐，其他人和我们没多少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周围他的同学很多都是姐弟恋，他跟我讲了好几个同学都是找的比他年龄大的，我觉得很正常啊。只要2个人在一起快乐的话，把自己家庭经营好，你操心那么多事儿干嘛？人一辈子你不管做什么，身体是最重要的。首先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然后好好的在一起赚钱，钱赚到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然后以后我们想在哪儿去就去哪儿，好好的把孩子带着就完了，很简单的事儿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男生如果说他才30出头嘛，他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可能是什么别人异样的眼光的担心啊，或者孩子的接受程度可能更高，是吧，先生？你有考虑过吗？那咱不找大姐，找一个和你年龄相当的、年轻一些的，你不就没这些压力了吗？他还没找到呢。但是，这个也是缘分呐，因为也有很多，说实话，喜欢我的，但是我也不喜欢他也有。那你就喜欢这个大姐，你喜欢她什么？她对我的喜欢嘛，也打动了我。因为从来没有个女生，说实话这么喜欢我，这么照顾我。你喜欢她对你的爱，但你爱她吗？爱她。爱她什么？肯定她爱我，肯定我要回报爱她呀，我们也相互的呀。只是为了回报吗？她是有什么优点让你爱吗？她那天说我身材好，身材好，因为她对生活比较积极，我肯定条件没有他们好，然后还包容我，这些东西我从以前的说实话从来没得过这些，然后我也从来没遇到这么对我好的人。我再问一下啊，这个生意合作你们俩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比如说有一些投资吧，我自己也有生意，然后他的话我们也一起做，也有。然后他自己的生意有时候我会帮他。
所以你俩是生意合作关系更多，还是恋人关系更深？哪个占主要的？差不多都有吧。不谈恋爱能不能继续合作做生意？可以，也可以，也可以。明白了，彼此还是欣赏对方的，但就是男生觉得进度太快，希望慢下来，慢慢相处。女生觉得咱们既然在一起了，就坦坦荡荡。光明正大的，该生活生活，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坦荡真诚一点，是吧？听听老师们的建议。54岁的刘女士不显老，很自信，虽然相差19岁，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爱情是可以跨越世俗的，也是可以超越世俗的。别人怎么看，才不管不顾。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为我们鼓掌。但是男生他的纠结点就在这里，19岁的年龄差，如果两个人相爱，它就不是鸿沟，而是桥梁。但是很显然，男生不愿意去走过这座桥梁。你认为是别人接受不了，扪心自问，是不是你自己接受不了？如果你自己接受不了，今天接受不了，过几年更加不会接受啊。你今天用的最多的词，对他我都记下来了，有缘分，有共鸣，你就不说有爱，不爱就是不爱嘛。这个姐姐接受得了，真的，今天你说和她分手，她一定依然是甜甜的笑，这就是她的成熟自信。所以你今天自己做个选择，不要模棱两可的说1年2年等待大家的认可，如果一辈子不认可呢？所以你自己心中的那个答案，我建议你就在这里说出来。这个男同志没说实话。其实我是觉得啊，跟年龄无关，二位都有过婚姻史，个人需求，对于感情的需求，对于家庭跟婚姻的需求，其实二位心里自己都有谱。为什么不能坦诚的说出来呢？你考虑孩子，考虑亲戚朋友，这都有关系吗？你只能说这会儿你需要确认的是他对你儿子好不好，你不用确认孩子能不能接受。孩子不接受了，那我也得过日子，我也有我的感情生活呀，我也得组建一个家过日子。你为什么考虑孩子呢？还有亲戚朋友，你是接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而已。但是话又说回来，你接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你为什么要向人表白？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块恋爱呢？这不是很矛盾吗？我不想把每一个人的选择跟人品挂钩啊，或者什么的啊。所以刚才两位回答的非常好，如果成不了情侣，还能在一块做生意，我祝福二位。但是如果想往下走，大姐是不吃亏的。但是我建议您不要一厢情愿的，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完成不成都无所谓。不是，想往下走下去，一定让他跟你说实话，别委委屈屈、别别扭扭，就这样下去，就是推着推，俩人哪怕成了也过不好。我说完了。大姐怎么不吃亏啊？曹老师，我觉得大姐可吃亏了。你说一腔热情的对他好，给他做饭，照顾他身体，那倒是，一心想着给你照顾孩子，还有生意介绍给他，让他投资赚钱。不是，大姐你不觉得吃亏吗？你乐乐呵呵的，对生活充满了热情，虽然比他大19岁，但是你对生活充满了这种新鲜的追求，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积极乐观向上的状态的力量。那你跟着这么一个丧不搭眼儿、拖后腿、前怕狼后怕虎，占着这便宜又卖那乖，你跟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干啥呢？刘女士，你的问题在于你没有正确的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个客观的评估。你认为我给你全部的爱，我长得又特年轻，我身材好啊，所以咱俩在一起挺般配。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你能看出来他千疮百孔，他在上一段虽然没有仔细讲了，但他上一段婚姻一定受到了很大的这种痛苦，没有走出来，甚至由于这种痛苦而抑郁失眠，对吧？身体不好，他不具备和一个比自己大19岁的女性谈恋爱的能力。他现在是一个很没信心的人，他之所以和你在一起，还真的是像救命稻草一样，
在他很沮丧、很黑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充满热量而且对他很好的这么一个人，他只是抓住了这个稻草。他不是爱，他不爱你。他如果爱你，他恨不得昭告天下，我爱我女朋友。虽然她比我大这么多，我生怕她自卑，我得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虽然我女朋友比我大这么多，但是她就是我的挚爱。你们的眼光不重要，我就要告诉你们，我们真心相爱。所以他没有真心爱你，他只是在这段人生很低谷的时候遇到你，他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阳光，感受到了你对他的爱和热情。难道你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消耗你的热情吗？所以我觉得你的热情也好，你的这种大大咧咧性格，你放错了地方，最后也收获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男生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这样特别的不好，你给孩子做了一个更不好的榜样。什么是好的榜样？不见得我们能挣多少钱，不见得我们一定离不离婚，而是我们无论在哪个情境之下，我们都坦坦荡荡的做一个响当当的男人，这才是给儿子榜样的力量。自己做了选择，和这个女士在一起了，然后又怕前怕后，怕别人知道，那您就别做这个选择。你去找一个和你年龄相当的，你去赶紧赚钱，买房买车，准备彩礼，娶一个年轻姑娘，攒够钱跟她生孩子。你选那条路吗？你现在明显也没能力选那条路啊。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你就踏踏实实先自己好好带孩子，自己好好生活。您现在不具备谈恋爱的能力，无论从爱的能力，还是经济的能力，还是您状态的能力，你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你也别耽误年轻姑娘，你也别让大姐这个一腔热情最后被你这凉水泼没了。你就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儿，情感是水到渠成。给儿子找个后妈，那也是得您能立起来当老公的时候，咱才能有了老婆。你有了老婆，孩子才能有了第二个妈妈。把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人生就顺利了。我反对啊！你反对啊？什么吃不吃亏的？有钱难买，我愿意。我管他是不是吃亏，我管他我是不是占便宜。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不爱我呀？那个刘大姐，我问你这么件事儿啊，如果结不了婚还爱吗？还是爱。那不得了吗？结不结婚我都爱你，我爱你的时候我就预备好咱们结不了婚了，那还怕什么？我不怕的。对呀，那你就接着去爱，就是不着急结婚。小王是这样啊，刘大姐没逼你结婚吧？没有。你刚才唯一的抵触的理由就是怕周围亲戚朋友们没法接受吧？这个理由在今天之后还成立吗？播出了，成立了。不成立了吧？对。所以这一步棋，刘大姐走对了，走赢了。一个人跟所有人说，我怕别人不能接受，但意思就是我不接受。我要真接受了，我拿了主意，你们接不接受，碍我事儿吗？对呀。所以到今天为止，他来到这儿的一个大目的就是把你的这个借口打消，他已经实现了。一个在感情里不做主的人，就会被别人做主。接下来你打算为自己的感情做主了吗？没有。没有是吧？继续爱。我讲完了。我看着你们这对的时候，我就想着最近那个洗脑的神曲《爱如火》，那歌词咋说的？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是我。心在跳，对吧？爱情如烈火，是吧？脑子里头已经有了啊。今天其实我们都是在给他当了一个下台阶的梯子，他将来一播出了之后，他可以直接告诉你分手，因为在场好像没有人支持。在场不但不支持，甚至也不能够说服他把这个感情继续下去，他完全可以以这个理由跟你说分手，所以我绝不上这个当。我也不认为爱情真的跟数字有太多的关系，就像你的女朋友刚刚大大方方讲的，当我不说我的年纪的时候，谁知道我多少岁？是啊，我的年纪这应该是我的秘密，也应该是我户口本上的数字，它甚至是叫做老天给我的年轮，但我不认可它。我觉得我自己的体能，我觉得我的思想，一切都只是40出头的样子。我54了，那又如何？你爱我的时候，你没有问我多少岁，你爱我那个时候我的样子，我跟你在一起，我也还会老啊。
我就算是一个40岁的人跟你在一起，我该长皱纹也会长皱纹。是的，大家迟早都要变成老头老太太，你比我先到一步，那又如何？有你在前头替我引路，我也知道了，人到50岁依然可以有很精彩的世界，只要有勇气，我依然可以获得爱。我今年54岁了，我就想今天恋爱，为什么让我等？我有多少个54岁？我为什么要拿我接下来的人生去等一个经济跟我匹配、年纪跟我匹配、跟我玩得到一起、吃得到一起？对呀，我要等一个未知的食物干嘛？我为什么不能吃我眼前爱情这口肉？然后对于小伙子也一样，你心里头的不安是来自于我担心人人都说我的这一个爱情是贪他什么，我担心人人都认为我们的动机不纯，以为他贪我年轻是小鲜肉，我贪他钱多好省力，贪就贪了，怕什么？谁不是因为对方的优点爱上对方的？我们的优点在彼此的眼里头这么醒目，怎么了？我因为是姐姐，所以我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我跟你在一起，人生的确我们可以轻松来过，这就是姐姐我的优点，有什么不能喜欢我的？而我作为一个30多岁的男孩，我就是年轻，我年轻，我能够跟上一个54岁的心态年轻的姐姐的脚步，她的很多想法我能帮执行，我也的确让她感受到青春和活力，我要没有这一把年轻的话，她还未必会爱我呢。两个人好好恋爱去吧，祝福二位。你们思考一下老师的建议啊，就两个人在一起，年龄不是最大的问题，相不相爱很重要啊。来，请坐，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王先生32岁，来自河南，外卖员；付女士22岁，来自河南，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我不想这么早的结婚见父母，我想要他有一份技术型的工作。他在生活上太矫情了，不体谅我。我想让他尊重我的决定，来南方发展，换一份工作。我希望他能替我考虑一下，早点结婚。你俩其实不是说年龄的问题，其实是自己这个身份也不太一样。女生还是学生啊，对，他是个学生，工作了很久了。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那你们恋爱了多久了？恋爱时间不长，1年多吧。这怎么恋到一块儿的呀？他在那个视频网站上，然后发一些自己拍的视频，我觉得比较有意思，这个人，然后给他后台留言私信嘛，想要他的联系方式。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的，结果没想到他同意了。对，当时晚上的时候，我一刷留言板上面好长一段，就至少有800、900字，然后当时就很震惊，然后我就说，咱们也是老乡，也可以相互了解一下，就看看做朋友，或者是放假的时候见见面可以玩，觉得很真诚成熟的一个人。女生大几啊？大3。我们来这个节目，其实原因是为了想让我们2个人之间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我们实质上的一些问题。后面如果说想奔着结婚走呀，或者是能走到未来的话，想要把这些实质上的问题解决一下，要不然的话就是很难继续走下去。那我们一件一件来说哈，先说最棘手的，眼前的问题。最棘手的，我觉得我们俩谈了1年多了，而且我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父母也都期盼着我能早点成家吧，然后我就想带他去我家里跟我父母的见一下，但是呢，他就是比较反感这种事。我也没有说反感吧，因为我会觉得我身边的学生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男朋友的家长，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太早了，而且我想等到稳定一点的时候再去见面，就是我们感情更加稳定，以及我们将来就工作如果能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些有后续的发展，我觉得见面的话那才是最好的时机。现在太早了，我就觉得。你们感情不稳定吗？他在上学嘛，我在工作，所以说见面的机会不是太多。多久见一次基本上都是寒暑假。你们不在一个城市吗？他只有放假的时候才会回来，半年见一次，差不多吧。你是在外地上学？对对对，这先生是在我在北方工作，然后他只有放假的时候或者节日或者怎么了可以见一面。哦，还不是回老家？对，我们俩都不在老家发展，包括双方父母都在北京。对，所以就聚少离多是吧？异地恋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异地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到最后，就是说你们可以在恋爱的时候互相非常喜欢彼此，然后你会去异地恋，但是说如果说你结婚之后怎么可能还会再分居两地，所以说必须得在毕业了工作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城市工作，就算是结婚的时候肯定是要在一个城市，你总不能就是说一直异地恋。你读书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迫于无奈，所以说我们异地恋，那我总不能毕业之后我们还异地恋，那这个感情经营的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决定毕业以后怎么弄呢？我想要去南方，其实北方经济也很好，但是我更喜欢南方的天气，但是他呢就是
父母一直就是在北方，他就觉得他有他的父母。我觉得我们的父母都在北方，然后你跑去南方工作的话，如果我去陪你的话，以后我的父母是谁来陪呢？那我也有自己的父母啊。对啊，他们也在北方啊。如果我们都在北方发展的话，将来一家人聚在一起不是很容易的吗？那我爸妈很支持我有自己的事业，但我还这么年轻，我肯定想要以自己事业为主啊。又不是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你知道吗？你家你有哥哥姐姐什么的，他们也可以照顾你的父母。但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可以去照顾我的父母，难道我就要不去照顾我的父母了吗？但我照顾我的父母也不一定非得说必须得陪在他们的身边呀。所以这个有可能的未来的异地生活，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困惑呢？第二就是他认为我这个外卖员这份工作呢，觉得不太体面，或者是挣钱比较少吧，收入比较低，可能支持不了他想要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想要有未来的生活的话，至少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至少可以做到这个东西是有行业壁垒或者是什么。但是他现在的这个工作就是很危险，就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学校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我当时打电话想跟他说，电话一打过去那边就是说下着雨，然后他说他在工作，当时我也很担心，我就是忍住了就没说话，我就想着等到他闲下来的时候再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说在他工作很忙的时候，而且还有那么危险的时候再告诉他我的困惑。所以说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一想到对方当时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也很难。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至少不会让我觉得很担心。那他这份工作赚得的收入你满意吗？如果说我们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能接受，但如果是以婚姻为目的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能接受。那你的意思他应该有一份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对吧？至少是稳定的安全的。如果说你结婚的话，你总不能一直说不是很安全，因为现在外卖员的话，他出事的概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外卖员很辛苦，对，但是值得尊重。对，是很尊重。但是有一点，他想要的稳定的、体面的工作做得到吗？因为我受的我的学历限制吧，或者说我的能力不太支持我去换一些比较就像办公室类的工作吧。我之前做的一直都是像什么送货司机或者服务员、服务行业，都是这种行业。那如果说除了这个他忙有危险啊，那他空余的时间或者有精力的时候，会提供给你想要的这种爱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情绪价值吗？这也是第三个问题了。就比如说情绪价值方面，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会在软件上面给我发800-900字的那种信息，我会觉得他这个人又成熟，情绪稳定，又会给我情绪价值。感情越来越往后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对你就是越来越不耐烦。你一联系他，他就会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聊天儿。我晚上给他打电话，他就说有什么可聊的呢？10点左右了，他说困了我要休息了。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共同话题了，是吗？我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彼此会交流自己的情感状态。然后我有时候我会说，然后他们男生就会说，那你男朋友会不会在跟别的毕竟是异地恋嘛，他说会不会跟别的女孩子聊天啊，或者是去干别的事情了，然后就跟你这么说的一嘴。我就是登录了一下他的微信，一看其实没什么，但是等到登录他的那个游戏账号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当时跟我说睡了，其实在打游戏，而且团队里面开的语音还有女孩。同学和室友知道你找了一个外卖员吗？他们不会去问他的职业的，只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对，那你们女孩子之间会就是也不是比啊，就是说，哎呦过节了，我男朋友送我什么了，你男朋友送我什么了，宿舍里会这样吗？会的。刚在一起的时候嘛，身边没有几个人谈恋爱，因为刚读书，谈恋爱的人也比较少。然后他会逢年过节会给我送一些礼物。随着身边人就比如说谈恋爱的越来越多，发现就是感情不太是这样子的，即使他们有情绪价值，别人也会送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让女朋友过得更好。他没有送你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礼物吗？没有很贵重的吧。你不是说能力范围之内的吗？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允许送贵重的吗？就比如说我身边那些人，他们也会去攒钱去送啊。其实大家在收入条件差不多的时候，人家可能攒钱送一份珍贵一些的东西，你的男朋友不会，是吧？对，我是觉得我的学历目前只支持我做这种工作，无论我换任何工作，收入也都差不多。但是他想要的东西，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给他吧。
他比较喜欢旅游，然后到处去玩。有次跟我提出要去秦皇岛，去一趟的话要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平时比较宅嘛，然后不怎么出门，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跟我说大概要4、5千，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如果放假的时候见面去逛个商场、吃个饭、看个电影，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没必要去跑那么远。一是影响我的工作，二是这个支出有点大。咱们以后的日子还很长，就是说希望能为我考虑一下，就是咱们把钱留下来。以后孝敬父母也好，留着给自己的以后也好。我就是会觉得，就身边去旅游的情侣其实也很多，我觉得偶尔出去旅一次游也没毛病吧。就是谈了一两年了，我觉得情侣之间，我一直幻想的就是说，哎，如果长大了之后，我和我的男朋友在海边，很浪漫的那种形式。我想问一下男生，你现在这么辛苦的送外卖，一个月的收入平均有多少？平均大概在5、6千块钱左右。那你不能攒这1个月的工资陪女朋友开心开心吗？不光是说挣5、6千全能攒下来，因为有自己的父母嘛，然后自己平时也是在租房住，目前。你是要平时给父母寄钱的是吧？他们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会给他们打一点。那你1年能攒下多少钱呀？攒个2万块钱。那你准备结婚成家，你怎么去负担这个家庭呢？你不是想让他见你的父母，就想赶紧谈婚论嫁嘛，是吧？咱就说说为结婚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吧。谈婚论嫁的话，我会考虑多做一些兼职吧。我可能比较喜欢自由一点，就是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牛马生活。哪怕我干的再多活、再累的活，我都可以接受。旅游的话，可以攒钱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以后是什么时候呢？就等你毕业之后吧。那我还有2年呀。不会太久的。男生的想法就是，我就踏踏实实工作赚钱，这就是我为结婚做的准备了，是吧？对，我平时也不怎么花钱，因为我就是宅男嘛，在家就顶多就打个游戏。对于你女朋友提出的她需要的情绪价值和这种浪漫和爱的体验，你准备怎么解决？就是我不太会去浪漫，我没办法去解决，那就是什么解决不了，是吧？那你俩这完全针尖对麦芒，他提的所有要求你都很明确的说，我解决不了。首先解决不了你异地的问题，因为我要回北方陪父母；其次我解决不了提供情绪价值的问题，因为本身就是这种一种性格。就比如说他刚刚说情绪价值这方面，但是刚恋爱的时候他就是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到后面的时候让他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他没有提供情绪价值，反而和别的女孩在玩游戏，然后没有告诉我，反而跟我说他已经睡了。来解释一下。那你说这个东西，他刚刚说他不想去解决，但是他曾经他做过爱你的样子，但是他现在他跟曾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这都是借口。这个确实要回应一下。你回应一下。因为你不是不会提供情绪价值，而是能够有能力提供情绪价值，你没有。对，恋爱初期就是会花更多的心思在他那个身上吧。你承认不花心思了？我们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聊的频次越来越高了，就觉得有点乏味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聊了。因为他平时跟我说的也都是一些学校，一些比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吧。我觉得在社会上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你跟我说这些，我听着很没有意思。这男生倒是有一个优点，特坦诚。一开始我就是哄你开心，后来哄不动了，就这意思。我很坦诚，不是不爱你了，就是没那么多话了。对，就没那么多话了，但是还是爱他的。但是就比如说我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面，他觉得这些东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而且女生应该说你的要求并不过分。一个22岁的女孩在恋爱当中，她有这些需求，包括情感需求。没有错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要说你们相差了只有10岁，其实你们之间是有代沟的。姑娘，你想过算了，不合适就算了吧？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觉得情感基础已经在这儿了，就1年多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很多的恋爱经历啊，这个感情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已经比较难以舍去，所以说我们来这个地方就是说看能解决就解决，如果说解决不了，我想为最后的这个感情就是再挣扎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你想嫁给他吗？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不，你必须要考虑。没有考虑就是不嫁。所以姑娘，我的问题是，既然你俩在这么多方面都达不成一致，你考虑过就算了。
我考虑过，但是我就是又放不下这段感情。男生你有考虑过吗？既然你们俩在这么多方面都难以达成一致，你也说你提供不了他现在需要的情绪价值，也提供不了他想要让你跟他在共同城市生活的生活方式，你有没有想过咱要不也换一个？我换对象不是那么好换的，因为年龄摆在这儿嘛。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要是好换早换了是吗？就是因为年龄。聊天了，这小伙子有一个优点，坦诚。你的实在。我们现在很简单，我们撇开感情供需，我们说一个现实问题，女生是有人生规划的，大学毕业以后去南方发展，对吧？是。那么如果说男生愿意跟你去南方，他依然送外卖，你愿意吗？我愿意。好，男生有没有可能随着女生一起去南方？可以啊，我觉得去之前最好先见一下我的父母吧，先把关系定下来。是媳妇。我觉得于老师这个调解的好啊，终于好像在2条平行线当中交织了一下。其实你还是愿意，只要姑娘愿意见父母，能给你一个相对的承诺哈。对。你还愿意陪她去南方，至少先闯荡一段时间。也可以啊。然后姑娘说：“你要愿意陪我去南方，我还可以暂时包容你，或者接受你是个外卖员。”是这方面我可以接受。你可以去见他的父母吗？但是我现在还是不想这么早去见他的父母。这没问题，我认为应该尊重。这不又对到一块儿了吗？男孩的意思是你跟我见了父母，我就跟你去南方；女孩的意思是说你跟我去南方，我就不跟你继续好，但你的父母我不见，是吧？我觉得这还是需要等再过1年，至少得再等1年。大学毕业以后是吧？对。你咋那么固执呢？见个父母就咋了呢？合适咱就在一起，见了父母不合适也可以不在一起啊。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如果他见了你的父母，你也随着他大学毕业跟他去了南方打拼，最后没成，这事儿你接不接受？我不太耗得起。那么能不能够陪到他大学毕业再分手呢？可以啊。那不得了吗？那不就行了吗？不是，你俩真的不是说我们商量条件的问题，我觉得是你俩的情感状态和你俩的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实场上我们3言2语好像都能商量，但是你们俩之间就永远协商不出来一个结果，或者看不到一个双向奔赴的状态。所以有没有考虑过是你们之间的情感出了问题？女生，你觉得你还爱他吗？我觉得我还喜欢他，但是我觉得这个喜欢已经被磨灭了一部分，就是连爱都不能提了哦，爱这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烫嘴，是不是？只能说喜欢了，就还有一点点喜欢，所以不爱了嘛。男生，你还爱这个女生吗？爱呀，一直都爱。我想反驳，就是如果说他真的爱的话，他后面为什么一直说情绪价值已经没有办法给了，甚至拿他父母来说事儿，就是说他父母对他怎么样？那你的诸多的对他的就是他观点的不认同，或者他要求的不提供，是因为没有能力，还是因为爱不动了？不是爱不动，我觉得爱不用非得说轰轰烈烈或者怎么着吧。他确实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要，对，我就尽量给。你是啤酒，他要的是高度的烈酒，你怎么给？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一个女大学生爱上了一个外卖员，我们都期待着看到这么一段美好的爱情，也期许着你们2个人是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走进婚姻。但是现在很显然，女生是力不从心，男生真的爱你，他的爱就是要娶你为妻。你认为反正我们2个人是恋人1年多了，以后就是要奔着婚姻去的，见父母又何妨？但是他也没错啊，我们这段感情虽然在谈，但没有想象的这么稳定。他还没有准备走进婚姻，他认为为时过早。你认为旅游是浪漫，他想到的就是这一去要3、4千块钱。你们2个人能合拍吗？谁错了吗？一个都没错。他辛苦的赚钱，上有老，他要孝敬，他自己还要生存，一点没错。但关键，你需要的是能够接受这样现状现实的人，能够欣赏这样勤劳的人。所以很简单，你们2个人是情感需求对不上。如果一旦对不上，
谈恋爱就会非常的累，甚至到最后谁都无力，那怎么可能今后走得下去呢？所以你们这段情感，这段恋爱会卡在情感需求的错位上。你们俩这情况吧，年龄现在不太对等，但是不太重要，主要是通过年龄影射出的就是两个人的江湖阅历不一样。现在你们俩人交往的时间才1年，就已经这样了。那随着你步入工作了，你们俩的话题会越来越少，沟通会越来越少。不是你不好，也不是你不好，是因为你们俩各自的圈子就离得越来越远了，不在一个区域内了。刚交往1年，刚才聊到最后连爱都说不出来，只是喜欢，就等于两个人还在建立感情的这个，就连初期都没过，感情还不稳定呢。然后男方的需求是见父母了，但是男方你知道这又影射出一个问题吗？这女孩陪你去见父母，你去不去见她父母去啊？她要不要跟她爸妈说一声我处了个男朋友啊？那感情是双向的，两边都得准备好啊。现在俩人的事儿没闹明白呢，就已经上升到见家长了。就是我觉得你们俩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混乱的，特别乱。你要你的，你要你的，然后你这边对未来规划也没完事儿呢，这边规划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守着父母了，我反正这样落一稳定，我现在时间也自由，工作也自由，然后我也能养活自己，我也能陪伴父母。他这边是固定的了，你这边还没决定好呢，然后这边的需求开始要了，他这边需要的感情，咱们得见家长，咱们得搞对象，咱们得奔着结婚去。你这边说我不想结婚，不想搞对象，我就想搞事业。你们俩鸡一嘴压一嘴，根本就没说到一块儿去啊！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你俩这段感情再斟酌斟酌，好不好？我说完了。其实我还挺替你们两个心酸的，就是有时候爱情啊，它不是只有甜或者苦，它真的是酸甜苦辣。最初那个像遇到了真的是白月光一样一个单纯的女大学生，你是爱她的。这个女孩子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也是很倾慕的。但有时候爱情是真的和生活不能够协同发展，或者说当我们不够具备一定的共同前行的能力的时候，爱情有时候会被生活打败。小伙子，你就是被打败了，所以我挺替你心酸的，但也没有对与错。我觉得你们都曾经付出了真情，都是一腔热情，一腔真实的情和爱。只是说走到这个人生算是一个分岔路了，小伙子30岁了，要结婚了，父母也催，姑娘也转眼还有1年就要毕业了，她也要开始人生新的征程。在这段征程上，你们俩很难并肩，所以也不要去怪什么他爱不爱我了，情绪价值提供的够不够了。这个阶段你们相遇了，刚好相爱了，下个人生阶段可能真的不在一个轨道上。曾经携手一段，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了。男生，你不要说我耽误不起了，好男儿啊，30岁，你说一个女孩子耽误了你，不好听，也对不住你曾经付出的真爱。不用那么着急着什么结不结婚、见不见家长，什么我要去外地。我们把最后这1年，女生在大学阶段的这个时光，你们彼此继续互相有联系，有机会见面就见面，然后顺其自然，各奔天涯就好，好吗？啊，我是这个想法啊。他不是啊，干嘛就是说立刻就我没让立刻，我说他们就继续相处嘛。我说毕业以后嘛，顺其自然嘛。我们现在也不能下这个结论，他们在一起1年以后就势必要各奔天涯，不一定。我太悲观了啊，各种可能性都有。就是现在不就是因为节奏不一样吗？一个32岁，家里催得急；另外一个还想慢慢谈，不就是这么一节奏问题吗？小王啊，不见父母，你还能谈多久？我觉得那得看他了。他愿意跟我谈多久？好嘞，就是他愿意跟你谈多久就谈多久，绝不再催对方来见我父母，是不是？真的吗？真的，这就好往下谈了。再催就分，行吗，傅女士？行。所以傅女士刚才说的很简单啊，我现在谈不上爱，刚1年，我22岁，每个人的爱的概念都不一样，爱的感受都不一样。我说的爱是你的爱吗？不一定。刚才说还喜欢。但这个喜欢被磨灭了一部分，是吧？但是
刚刚说到的那个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开始撒谎，他说他睡觉了，但其实他在跟别的女孩一起打游戏，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给我情绪价值，但他为什么还欺骗我呀？跟别的人一起打游戏或者是这些，我都难以接受。还剩下多少喜欢？还剩下这喜欢还能支持你在他不催见父母的情况下谈多久？我还是不能接受他没有办法给我情绪价值。好嘞，也就是说你不催我见你父母，因为他现在已经咱也不能谈了，欺骗我了，是不是？是。好嘞，那算了，那我劝完了。对呀，那我劝完了。顺其自然，该散就散。对，从头到尾那个小伙子几次眼眶都红了哈。然后从头到尾动情的是他，你没有，你是在模拟恋爱。这种模拟在女生中间常有，它是一个集体效应一样的。周围人在谈恋爱了，我却没有男朋友，我必须得有一个。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证明了我好像很失败似的。然后你有了一个男朋友，你之所以不是说投入的爱，因为有2个细节哈。一个细节是男孩愿意为了结束异地恋来湖南送外卖。但凡是热恋中的情侣，女孩都会说来呀来呀陪我，这样我们可以每个周末在一起，或者我们还可以在校外一起住。但你不同意他到湖南工作，离你近，你也没有一有闲暇时间就想去看他，你只要享受他能给你一切恋爱的表现，比如送礼物、打电话、情绪价值拉满，而所有的这些是一定跟你身边的女同学都一样的。所以男孩哈，这种感觉就像他身边的女孩都有一个玩具，都有拉布布，所以你是他的拉布布，他也得要一个，就这。他没有那么爱你，就包括今天他说不出来我爱，我只是有点喜欢。为什么这个喜欢现在难以为继了？是因为慢慢的他要的东西多了，他自己也知道胃口是被撑大的。他身边的小姐妹们最初大家互相比一杯奶茶就够，男朋友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就证明了有心，男朋友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证明他爱我，他黏我，然后变成要包包，要大的礼物，要戒指，要首饰，而这一些你满足不了。他从头到尾没爱上过你，你身上的这一些优点他从来没有认可过。比如你的踏实勤奋，在他看来叫做没有技能型，所以在他看来他的人生还会有大好的未来，你只不过是连蛋糕上的樱桃都不是，你目前可以从他的世界退场。其实没关系了，曾经拥有也挺美好的。更多的交给你们自己吧，思考一下老师们的建议，好吗？我们请2组嘉宾都回到门后，看看你们最终选择是怎样。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地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登录腾讯视频和优酷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线上和大家交流互动，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这不应该出来了吧？这应该出来吧？肯定不会出来，这个会出来啊？不会出来，你看看啊，缓着手就出来了。这个一定会出来。在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放那个什么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吗？一定会出来，真的爱了。感谢评委老师哈，给的一些好的建议。回去过后，我会敞开我的心扉，我的一些想法呀，会改变。然后谢谢老师。实话实说，你俩挺般配的，我们近距离看挺合适的。你现在明确的说一声，你们恋爱了？我们恋爱了。哇耶！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其实我从来就不在乎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然后我也从来没遇到这么对我好的人。我们恋爱了。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视频号，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来跟我们报名。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受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请开门。那是绝对不会出来，也不好说，也不好说。
不会了。这两个人其实都明白了，不会出来的，没了，哎呀，都明白了，是明白。虽然感觉很刺痛，但是说的是事实。但我觉得也是好事嘛，其实彼此也是真情付出过的啊。对，那就祝他们各自都好吧。我们下次节目再会。